要统一，迟早要统一，迟早要统一。为什么？要努力。为什么呢？那为什么不能努力？我们往台湾自己的方向去走，一定要你自己方向，你发展20多年，发展那么差，还努力啥呀？你看你20多年发展多差。我觉得不夸张，我觉得并不夸张。台湾现在说白了，面对于中国大陆，我觉得它就是个石器时代。对于中国大陆，我觉得它就是个石器时代。中国最穷的省，不是甘肃省，也不是云南省，其实是台湾省，你知道吗？我在这里卖花的、买花莲的几乎都没有。情人节这天真的没有见到什么人声鼎沸，像之前那种情侣逛街啊，手里拿着各种花和礼物，除了电影院的哪吒比较火，那其他的都是一塌糊涂。我这渔人码头，我本来以为我一个人啊，孤家寡人一个人就已经很惨了，直到我看到了渔人码头的这些商户，我给你们也看一下啊。我的心情本来是空落落的，但是呢，他们比我还空啊。朋友们，特别是大陆的同胞们，今年的情人节，你们感受到了气氛吗？还是压根没这个心情过节？这可是史上最冷清的情人节。往年这时候，朋友圈早就被各种花束认证，高档餐厅打卡刷屏了，甚至有人专门拍照炫耀男朋友送的惊喜。可今年呢，别说大束玫瑰了，连一支9.9包邮的塑料花都没人下单。商场餐厅冷冷清清，有老板无奈地说，今年情人节连情侣套餐都不敢做，怕没人买。反观台湾，今年情人节气氛浓烈。台湾大数据调查显示，80%上班族情人节预算高达6300台币，约人民币1400元。这个数字一出，大陆年轻人都沉默了。最近走在路上已经可以感受到很多情人节的装饰，有浓浓的过节气氛。根据统计，有近80%的上班族是有庆祝情人节的计划。庆祝的方式不外乎是吃大餐或者是送礼物。赶快上街来问问看，民众愿意花多少的预算在庆祝节日上面？5000上下差不多，比较有仪式感，可能就会比较用心准备礼物。正常应该大概就是1500到2000左右吧。甜点之类，巧克力3到5000吧。可能会从他平常有提到过的东西，或是看他购物车有什么。预算从1000到5000元不等，不论是看紧荷包还是注重仪式感，大家通常还是会买礼物过节。到底送什么好？根据统计，2025年情人节送礼前10名，香水是一举荣登冠军。大概3000到5000，我跟姐妹讨论过，觉得香氛类好像还不错的，饰品类也不错，5000块左右，没错。另外是吃饭吗？对，然后礼物也差不多。应该情人节都送彩妆类的或者一些香水就比较好入手。听听，这才是年轻人应有的态度。反观大陆，很多人连约会都省了，不是不想，而是真的钱包不允许啊。为什么台湾人能放手过情人节？为什么大陆年轻人连买束花的钱都要精打细算？咱们今天就好好聊聊这个话题。那么最扎心的问题来了哦，年轻人不敢花钱，是因为变得理性了吗？还是根本没钱？答案很明显，没钱。今年春节，大陆几乎是史上最冷清的一年，很多人回家过年，但消费却大幅下降。连往年最火爆的年夜饭都开始打折促销，还有很多饭店提前几天就关门歇业。一方面是老板扛不住成本，一方面是顾客根本不舍得花钱。随便打开社交媒体，到处都是今年过年最便宜的一次，年货清单缩水一半，压岁钱都给不起的帖子。经济下行，大陆年轻人真的太难了。情人节就更不用说了，别说什么礼物玫瑰了，连一顿像样的情侣晚餐都要掂量半天。商场冷清，餐厅空荡，甚至有商家直接取消了情人节活动，因为根本没人买账。反观台湾呢，商场里情侣牵手逛街，餐厅预约爆满，情人节的限定甜品卖到断货，这完全就是两个世界的节奏啊！很多大陆年轻人不服气，觉得是台湾人装情调，大陆年轻人更理性。可是问题来了，大陆年轻人真的理性吗？还是没钱，没信心花钱？根据数据，
大陆年轻人的消费力在过去几年断崖式下跌，特别是失业率居高不下，找到工作的人也要时刻担心被优化，收入不稳定，花钱更要谨慎。而台湾人呢，收入稳定，失业率低，消费自然更有底气。这不是谁更理性的问题，而是谁更有钱、更敢花的问题。疫情之后，大陆的经济一直在下滑，企业裁员，工资缩水，房价高涨，年轻人压力山大，失业率屡创新高，特别是16到24岁的年轻人，失业率直接飙到了 30% 以上，毕业即失业已经成了常态。有人调侃说，现在最火的职业是考公培训师，因为大家找不到工作，只能去考公务员。可是公务员能考几个人？剩下的年轻人怎么办？要么继续啃老，要么就去送外卖、跑滴滴，做一些收入不稳定的工作。之前看到一个真实案例，一个985硕士毕业生为了生存跑去送外卖，每天风里来雨里去，收入还不稳定。他自己都感叹，读了10几年书，最后还不如初中毕业的快递小哥赚得多。而大陆的年轻人面对的是高学历贬值、低薪资内卷的双重打击。反观台湾，就业市场稳定，失业率常年保持在 4% 以下，年轻人毕业后基本都能找到工作。而大陆的年轻人呢，毕业后投了几百份简历，连面试机会都没有。情人节不冷清才怪，很多大陆年轻人前几年刚过2天好日子，就开始以为台湾很穷很落后，甚至觉得台湾人羡慕大陆人有钱，这种想法简直是被洗脑洗太久了。台湾的人均 GDP 几十年来一直遥遥领先大陆，收入水平也远远高于大陆年轻人。咱们来看看这几十年的人均 GDP 对比数据，这是实打实的硬核数据，绝对够打脸那些狂妄无知的中国青年。咱们先看看中国最发达的几个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跟台湾的人均 GDP 对比，再看看整个中国和台湾的对比。要知道，中国的财富分配极度不均衡，就算是最发达的一线城市北上广深，追了台湾几十年，结果还是没追上。我就想问一句，那些天天嚷嚷着台湾落后、台湾穷的中国青年，底气从哪来的？回溯历史，上世纪80年代，台湾人均 GDP 就已经超过5000美元，而大陆还不到200美元。90年代，台湾突破1万美元，大陆才刚过300美元。进入21世纪，台湾继续保持增长，而大陆虽然由于经济发展也在增长，但直到最近几年才刚刚追上台湾20年前的水平。2023年，台湾人均 GDP 达到32000美元，约23万人民币，而大陆只有12500美元，约9万人民币。不仅比不过台湾，甚至连韩国、新加坡都甩了大陆几条街。在全球排名上，台湾长期位列前30，大陆连前50都进不去，这就是现实。收入高，生活稳定，台湾年轻人自然更敢花钱。反观大陆，收入低，工作不稳定，房价高，生活压力大，年轻人花钱都要掂量半天，这才是情人节冷清的根本原因。他妈的，东莞的工资太恶心了，太低了，东莞已经不是合适打工人的天堂了。现在东莞，我现在属于在正安科技园，你看这工业区连个眼影都没有，找工作没上来东莞的不要上来东莞了。就我看到一个热搜，工资每月重新回到了3000的时代，就之前是1个月3000，现在还是1个月3000，你工资没有变，但是物价上涨了呀。就物价涨得有多离谱，大家心知肚明。比如一碗牛肉面，它之前卖3块钱，但现在10块钱或者是15块钱，而你的工资呢还是3000左右，但是牛肉面涨了7、8块钱，按道理来说你的工资也应该翻一番，但是都没怎么翻。月薪3000，很多人会说是你装修，然后又在8小时工作制的情况下才有月薪3000。但如果你加班全年无休，你的工资肯定不止3000。这是在干嘛？
我们要算的肯定不是按照你那种又加班又没有节假日的那种工资来算的呀，肯定是按照平常的那种8小时工作制双休，这也很正常的呀。你不断的去加班去压缩自己的休息时间，你还月薪3000的活不活了？就只剩上班了，那钱也不多。虽然说现在大环境不好，真的就是比较深刻，因为在广东这边就很多一些厂公司就是比较倒闭的，有些发不出工资来的，还有员工去闹之类的情况都有。有的人是调侃自己月薪3000，但有的人是真的月薪3000。真的我也不想去说大家月薪3000之类的，大学生白菜价这样的，因为真的被那些老板听到了，他就会真的觉得我们大学生就值3000块钱，就给个3000我4000都高了，就不断的压你的价。但是不说嘛，觉得离谱，这个工资和物价就怎么都不成正比，就感觉你说了也是错，不说还是错。台湾服务员的工资是多少呢？早班每个月月休8天是6600到7700之间，晚班是7700到8800之间，还有奖金哦。钟点工是40到51块1小时，说的都是人民币。中国台湾到底有多发达？虽然台湾省面积狭小，资源匮乏，但是平均工资高达1.4万元，最低工资也有6000元人民币。台湾为何会如此发达？台湾的半导体在全世界是数一数二的存在，台积电是世界上最大的芯片制造商，市值排行第9，还有联发科是全球第4大半导体企业。华硕主板全球第1，宏基笔记本全球第2。台湾不仅半导体等产业发达，同时医疗也是享誉全球。台湾人的人均寿命80.86岁，全球排名前200家的医疗机构，台湾就占了14家，仅次于美国和德国。同时，台湾的医保覆盖率高达99%，几乎覆盖了所有居民，而且医保费用较低，低收入人群每年只需要700块钱，报销比例高达95%，甚至困难人群可以免费治疗。还有台湾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全球第1， 2000万人口中大专以上学历的比例占比46%，整体素质较高。台湾全省有150所高校，其中11所列入了全球500强。台湾如此发达，他们军事实力怎么样？这么说吧，和大陆相比，台湾省的军事实力不值得一提，但是也足以吊打全球90%的国家和地区。就比如说跟俄罗斯打了几年的乌克兰，其军事实力也远远在台湾省之下。而更让人惊讶的是台湾农民的高额退休金。台湾农民的退休金分为2部分，一部分不用交钱，退休后每月可以领取1700多人民币；另一部分是每个月要交22块钱的社保金，退休后每个月能领8500元人民币，两者加起来有1万多块钱。那为什么台湾工作稳定，年轻人更有希望呢？因为台湾有世界级的高科技产业，他们撑起了台湾的经济。台积电，全世界最先进的半导体制造商，苹果、高通、英伟达都要靠台积电代工。大陆这几年疯狂砸钱搞芯片产业，但现实是砸了几千亿，连7纳米都造不出来，结果钱不知道去哪了，企业一个个破产，笑死全球。台湾靠高科技产业每年创造大量就业岗位，不仅工作稳定，薪资待遇也不错。而大陆的年轻人呢，一个个被互联网裁员潮冲得七荤八素，之前还想着进大厂，现在大厂都不招人了。更可怕的是，大陆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而台湾虽然也有贫富差距，但大部分普通上班族都能过上稳定的小康生活，失业率也是全球最低之一。中国台湾，全球的科技岛，全球的半导体中心，一个科技创新和领先的全球性未来科技中心。在我们的短视频平台却被描述的傻乎乎的，很多人对中国台湾是真的有误会。中国台湾的实力恐怕远超所有人的认知。首先，台湾的人均 GDP 一直以来跟日韩相比都是你追我赶，基本持平，丝毫不差的。但是中国台湾的实薪购买力却远超日韩，而且在物价、居住环境和医疗等方面都远超日韩，仅次于世界排名第1的芬兰。另外，中国台湾更是全球的科技岛，是全球的半导体中心。在这一方面，中国台湾可以卡全世界的脖子，包括美国。没有中国台湾，全世界的高科技都会受到极大的限制。在这里有全球第1大晶圆制造厂台积电，有全球第1大代工厂富士康，台湾顶尖高科技企业数不胜数，单单一个台积电就市值突破1万亿美金，腾讯、阿里、拼多多加起来都没有它高。中国台湾人创办的英伟达现在市值突破3万亿美元。中国台湾能够成为全世界的科技岛，是全球的半导体中心。还有，咱们再从第三者的视角来说说，为什么外国人更喜欢台湾？因为比大陆幸福太多。除了经济，台湾的社会氛围和生活质量也远远超过大陆。先来看看数据，2023年，台湾被评为全球最适合外籍人士生活的地区之一，还被称为亚洲最友善的地方。再看看现实，每年都有大量外国人来台湾工作、生活、旅行，甚至还有不少人选择在台湾定居，享受退休生活。为啥？台湾到底哪吸引人？
我们来看看几位外国朋友真实经历的分享。The reason I love Taiwan is you can see real Chinese culture. I lived in mainland China for over 14 years, but I visited Taiwan many times, and I tell you what, you can see more of real authentic Chinese culture in Taiwan in a month than you can in 14 years in mainland China. You also absolutely cannot beat the night markets, the street food, the vibe. Taiwan has it all. Having lived in China for 6 years, many of the little things that sort of get on one's nerves on a daily basis in China, like people spitting everywhere, the constant noise, people cutting the line and pushing and being unable to line up in queue for simple things like getting the bus, don't have those problems here in Taiwan. You know, people can line up very nicely without spitting, without pushing everybody. And it just seems like a much more livable place where you don't have these little things, you know, getting on your nerves on a daily basis. Now, having lived in China for 6 years, we had a few bad China days along the way, but overall, I had some great times in China, really enjoyed my time there. However, you do have some bad China days, but at least in Taiwan, I haven't had any bad Taiwan. One thing I like most about Taiwan is its freedom. And I'm talking not only about political freedoms, but also about the level of personal freedom of the Taiwanese people. Not only Taiwan is one of the freest countries in all Asia, it's also one of the most tolerant societies in the whole world. No matter what your beliefs are, you are free to express yourself in Taiwan. And if we're talking about political freedoms, I love Taiwanese elections. During the election period, you can see different parties campaigning. There are many posters of candidates on the streets. And of course, there are heated discussions on Taiwanese TV. So if you're a person who is interested in democratic process, I think Taiwan is a very interesting country to visit. And the openness of Taiwanese political system might be a good example for many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aiwan countless times on business, especially in the early part of this century. The people. Kind, friendly, understanding, diplomatic, open-minded, liberal, also conservative, fun, excellent, cool guys. Always a pleasure to go to the country of Taiwan, and that's why I like Taiwan. 首先，当然是台湾人的素质高、热情和善良。去台湾旅游的外国人几乎都会被台湾人的友好震撼到。走在路上，台湾人会主动给你指路，去餐厅吃饭，老板会热情招待，还会关心你吃的合不合口味。再就是台湾的高度文明，社会秩序井然。在台湾，文明礼貌已经融入到日常生活中。不信，随便去个便利店、超市看看，台湾人买东西排队是常态，哪怕只是一瓶矿泉水，后面没人，也要乖乖站在收银台前等。最明显的例子，捷运地铁里永远安静，没有大声喧哗，没有推推搡搡，上下车都是靠右站，先下后上，秩序井然。这种文明礼貌让很多外国人一来就特别舒服，甚至觉得惊讶，原来亚洲也有这么有秩序的地方。反观大陆呢，高铁抢座，大妈广场舞霸占公园，插队成风，到处坑蒙拐骗，更别提台湾的美食，街头巷尾都是幸福的味道。小吃、夜市、美食街简直是吃货的天堂。最经典的例子，士林夜市、宁夏夜市、逢甲夜市，不管是臭豆腐、蚵仔煎、牛肉面，还是珍珠奶茶、芋圆、凤梨酥，全都是外国人疯狂打卡的美食。曾经有个美国背包客，第一次到台南花园夜市，被琳琅满目的小吃惊呆了。他一边吃一边拍视频，激动地说，台湾的夜市太棒了，完全停不下来。再就是台湾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是现代与古老完美融合。很多外国人喜欢台湾，也是因为在这里能体验到原汁原味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点滴。你可以在台北101俯瞰都市繁华，也可以在大稻埕感受老街古韵，可以逛潮流商场，也可以在庙口夜市祈福拜神。外国人特别喜欢这种既现代又传统的感觉。在台湾，既能体验到便利的现代生活，又能感受到浓浓的人情味和文化底蕴。尤其是节庆文化，比如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都保留着传统习俗。外国人不仅能吃到应景美食，
还能体验庙会、舞龙舞狮、灯笼祈福，这种独特的文化魅力真的太吸引人了。最后，咱们还得聊聊自由的言论环境。在台湾，你可以随心所欲地批评政府官员，甚至敢骂总统都没问题，更没有什么网络防火墙。外国人在台湾可以随意地上他们喜欢的网址，比图谷歌、油管、脸书等等，这些都是台湾吸引外国人的关键。而大陆呢，你敢随便在网上发表意见吗？说错一句话，轻则封号，重则请喝茶，这差距不是一般的大。所以别再自欺欺人了，大陆的年轻人是该好好认清现实了。今年的情人节，大陆年轻人连花都不敢买，台湾年轻人却能潇洒过节，这就是现实。台湾经济稳定，年轻人敢花钱；大陆经济下行，年轻人穷得不敢恋爱。到底是谁穷，谁更幸福？别再被洗脑了。贫穷不可怕，可怕的是被洗脑了还不自知。朋友们，你们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给我留言，一起分享给热爱台湾的观众。最后，别忘了关注和点赞哦。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次见吧。